江离，你。 娘亲，你做噩梦了。我梦到碎碎，在这别动。说，什么人？ 饶命！大小姐饶命！我是江府下人，是老爷派我们接您回去绣球招亲。江府，娘亲，你没事吧？娘亲没事。让我回去？好啊，正好我要拿回属于我娘的东西。我知道了，滚！ 出来！主子，我即刻回江家，此地交由你们镇守，有事传讯。是。娘，江胜欠你，女儿必定亲手取回。娇娇，你可一定要丢到新晋举子齐昭手里，1月后的殿选一过，他就是状元了。是啊，娇娇，我们家就全靠你了。放心吧，爹娘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。切。 谁能丢到齐昭手里还不一定呢。至于你带着这么个野种，我江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一群有眼无珠的家伙，我娘亲可是师承玄云，一手银针定生死，控万物。姐姐，反正齐昭还没来，你先抛吧。娘亲，我相信你，你尽管抛，去哪儿碎碎都跟你一起。娘亲，姐姐，我担心没人接你的绣球，特意帮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江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说话这么灵验的吗？那就谢谢妹妹帮我把绣球抛到齐昭手里了。这么想要齐昭，我就偏不如你意。没想到江离的绣球竟然被齐昭拿到，也不知道我们都不想要的破鞋橘子能不能接受。一个未婚先孕的破鞋，怎么会丢中我？老爷，现在怎么办？逆女，你就非得跟你妹妹抢吗？哎呀，哎呦，我的腰！老爷，没事吧？爹，年纪大了，小心闪了腰。你个逆女！江离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爹？还有，齐昭可是未来的状元郎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种破鞋？我娘亲才不是破鞋！再说不是他故意推我娘亲，这绣球还不一定能落到他手里。爹，这次就算你给你妹妹抛的，你再抛一次。行啊，那就看看旁人会不会说你不守信用，苛待长女。你，好，你翅膀硬了，我管不了你了。快跑！爹，赶紧丢你的绣球！橘子又怎样？只要我能抛到更厉害的人手里，你江离还是只有被我踩在脚下的份儿。小贱人，你竟然敢撞我！谁让你想害我娘亲？活该！父皇，他们围着一堆人在干什么？不会有什么宝贝吧？我们也去看看。不好，有杀气！父皇，你不应该先抓住我吗？你
该不会就是画本里说的绣球吧？完了！父皇还没找到母后，不会就要失身吧？我们现在跑路还来得及吗？好像跑不掉了。绣球竟然落到了一个乞丐手里，还是江离命好。不是我梦中的乞丐吗？不可能！都是这个小贱人害我！都说了不让你带这个野种来，丢江家的脸就算了，现在还要害娇娇。明明是他先害我娘亲，你们是不是瞎？你这么有闲心，不如先想想江娇娇该怎么办。爹娘，我不要嫁给乞丐。老爷，娇娇可是我们唯一的女儿。行了，赶紧派人把绣球拿回来。这次是意外，做不得数。自古以来就没有这种规矩，既然绣球已经到人家手里，江二小姐不嫁也得嫁。没错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怎么能因为是乞丐就不作数？难不成你们江家就是想趁此机会攀龙附凤？怎么会呢？各位放心，我们江家当然说话算话。我不管，我死也不会嫁给这个乞丐。赶紧回府，还有那乞丐也给我带回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说吧，你们想要多少银子？100两够不够？拿了这些银子就把嘴给我闭上，离开此地。绣球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那绣球又不是我们非要接的。我跟父皇刚出皇宫，找母后招谁惹谁了？再说我们可以不娶，但还由不得这些人这么侮辱。哼，这钱够你们花一辈子。瞧瞧那样，恐怕这辈子你们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可惜呀，你们看错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江府愿意给你银子，那都是客气，不要给脸不要脸。难不成你还真想娶我江家千金，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的穷酸样？说你们是癞蛤蟆，都算抬举你。你们自己要绣球招亲，怎么没招到有钱人就要反悔？那你们怎么不直接把女儿卖出去？好大的胆子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！臭乞丐，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乞丐又如何？即使居无定所，食不果腹，他也没有抛弃自己的孩子，可见他德行品行，何愁不会前途无量？而且一时落魄，也举止有礼，不为金钱所事。依我看，有的人还不如他这个乞丐。梦中他化作金龙，虽然奇怪，但也许就是我跟他有此缘分。况且，说不定他还真能出人头地。就是比你们这种只会仗势欺人的人好多了。江离，你这么帮他们说话，难不成你看上这乞丐了？那你嫁给他，正好把奇招还你。还好出宫前扮成了乞丐，成功杜绝了桃花的可能。毕竟谁家小姐会愿意嫁个乞丐？对啊，老爷，娇娇不行，不是还有个江离吗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这么喜欢他，那你就替你妹妹嫁过去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跟着他过上什么日子。好，我嫁。江小姐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嫁给我恐怕……我本也没有娶妻之意，绣球之事就当……那又如何？我们有手有脚，难道还怕养不活自己？彻底脱离江府，也好方便我行事，还能趁此机会拿回娘亲的东西。对，而且我娘亲可厉害了，这桩婚事你们肯定不亏。哇，好像这才是真的跑不掉了。一个千金小姐，竟然会有这种想法。爹娘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江离她愿意嫁给这臭乞丐，我们就成全他们吧。老爷，这样好啊。一个臭乞丐，也就你这种不识好歹东西才能当成宝，那老夫就成全你们。好，你们现在可以滚了。放心，明日我肯定会将江离嫁过去。什么臭乞丐也想攀上咱们江府？父皇，现在怎么办？真娶啊？可我们出宫是为了找母后的，但他们在江家过得好像不太好，不然哪有父亲会把自己女儿嫁给乞丐的？一个臭乞丐，也就你这种不识好歹东西才能当成宝，那老夫就成全你们。你说，要是母后知道，会帮他们吗？
无解，得马上找人。还有就当你给我解药的报答了。平心静气，听响失真。是你救了我。别说话。蒙眼行真，竟然有此等艺术。现在该你救我了。你放心，我们扯平，我不会让你对我负责。你伤势严重，我便自行解决了。回宫后，我加速清除党派登上帝位，就是为了尽快接他入宫。可后来再也没有他的踪迹。原以为元宝的突然出现会是线索，没想到5年过去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你母后很善良，所以我们也要像母后一样，先把他们救出火坑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。那我现在就去给娇娇置办嫁妆。我们娇娇以后可是状元夫人，得风风光光的嫁过去。等等，江离，你现在反悔也晚了，是你自己说的要嫁给那臭乞丐。我可以嫁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我娘嫁进江府时的所有嫁妆。那女人的嫁妆可占了大半个江家，不能给啊！胡闹！你以为你嫁的是什么好人？一个破乞丐！我要是真把钱给你，那就是肉包子打狗。好啊，既然爹不愿意，我也不强求。那这桩亲事还是江娇娇自己嫁吧。碎碎，我们走。爹，不就是一点钱吗？你们答应他不就行了？难道真的要让我嫁给乞丐吗？一点钱我们肯定给，但是那臭丫头现在是狮子大开口，你先别着急。实在不行，我们来个狸猫换太子。你的意思是？反正人是从江府送过去，把谁送给谁还不是我们说了算。对啊，到时候就算江离发现，也为时已晚。你确定不会被他发现？放心吧，老爷，我保管他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啊！今日我江家嫁女，承蒙诸位亲友邻里赏光前来观礼，江某在此谢过大家。江老爷客气了，另起贤良淑德，今日大婚可喜可贺。是啊，祝2位小姐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双喜临门，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！这应该是江家2小姐吧，看着真骄纵。听说她嫁的不是什么好人，怎么还这么神气？快看，这才是江家大小姐吧？气场也太强了。对比之下，2小姐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，就是不知道大小姐要嫁去哪家。听说了吗？江家大小姐要嫁的是新科举生，2小姐却要嫁个街头乞丐。嘿，可不是嘛！江老爷偏心，给大小姐配的花轿比2小姐的好10倍。这乞丐新郎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。娘，凭什么他的花轿比我好？凭什么他能嫁橘子，我却要嫁乞丐？你偏心！小声点儿，正事在天，等花轿落地，他哭都来不及，你急什么？江离，你就先得意吧，等花轿到了地方，你就会知道，嫁给乞丐的人是你，我会替你嫁去橘子家，成为人人羡慕的橘子夫人。娘亲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他们肯定没安好心。放心，娘亲心里有数。吉时已到，上轿，莫要误了时辰。对，娇娇梨儿，快上轿，别耽误了婚事。慢着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怎么记得这才是齐昭家的方向？难不成要嫁给齐昭的不是我？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他肯定发现不了吗？我也没想到他竟然这样都能看出来。什么情况？江府不会是想狸猫换太子吧？我就说他们怎么会愿意把江娇娇嫁过去，
原来是想换嫁。是又怎样？我告诉你，齐昭哥哥早就知道了，他根本就看不上你。识相的，你就乖乖嫁给乞丐，要不然你这种破鞋白送出去都没人要。我说了，要我嫁给乞丐可以，先把我娘的嫁妆交出去，不然这个婚谁都别想结。你要干？给还是不给？哇，娘亲好帅！啊，还不快去拿！都在这儿了，行了吧？江府现在80%以上的金银细粮都是靠我娘亲的嫁妆，还好意思恬不知耻说这种话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定会将娘亲的东西一点一点全部拿回。那就谢谢爹了。这点钱就当赏给你了。江娇娇，你真以为嫁给齐昭就能万事大吉？那也比你嫁给个臭乞丐强。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都只能被我狠狠踩在脚下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爹娘，你看他们。好了好了，你马上就是状元夫人了，到时候还不是想怎么收拾他就怎么收拾他？快上轿吧，别让姑爷等急了。起轿！父皇，我们非得装这么像吗？连这个草房子都得献祭。做戏做全套，也可以当个落脚地。唉，好吧，只希望这次我们能够顺利找到母后。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有些简陋，委屈你们了。不委屈，不委屈。我看话本里的大侠都住在这种地方，可帅了。来，坐下说。对了，我叫江离，这是穗穗，你的名字是？尹旷。我是元宝。娘亲，话本里说新婚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那你跟爹爹现在是不是应该洞房啊？洞房？不行！开玩笑，父皇可是要为母后守身如玉的好吗？那么多世家贵女想进皇宫，都被父皇一口回绝。娘亲，元宝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们？当然不是。我的意思是，动，马上就动。好耶！洞房之后，爹爹跟娘亲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。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我是没爹的孩子，也再也没有人骂娘亲了。你放心，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你们，我一定把他们都给打跑。好，父皇，我一看到穗穗的可怜样，就没办法拒绝她。现在就只能看你的了，你一定要英雄能过美人关啊！走吧，穗穗，你今晚就跟我一起睡，你睡床，哥哥睡地板。你别紧张，我打地铺就行。不行，这样会着凉。反正这床也不小，我们一人一半就行。不用担心，我身强体壮，没问题。我怎么心跳得这么快？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有些熟悉？不用担心我，早点睡觉，明日还要回门。他动作怎会如此迅速？嗯，那什么，穗穗小时候经常打翻东西，我练出来的。
你不是要打地铺吗？还不过去，别耽误我睡觉。哦。娘亲，你醒啦！元宝他们呢？爹爹说要给我们做饭吃，元宝去帮忙啦。你确定他们是想做饭，不是想烧了房子？我觉得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这也不能怪我们，我跟父皇从小养尊处优，什么时候做过饭？好了，2个花猫快去洗脸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要是她真的是我母后就好了。放心，我们总有一天能找到你母后。收拾好了，正好，快来吃饭。哇，好香，感觉比宫里的御膳房还好吃。完了，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元宝，你们还吃过御膳房的饭菜？当然没有，元宝就是听街上的人说的。对，我就是想说，你做的菜肯定比御膳房更好吃。那你就多吃点。还好父皇反应够快。看吧，我就说我娘亲很厉害，她不仅厨艺了得，就连医术都……皇上，不要！皇上，太后心急又犯了，请您跟我们回宫。你们别乱来，欠你们的银子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。还好父皇反应快。对，不就欠了你们50两银子吗？用得着这么喊打喊杀吗？有难处你为何不说？不就是50两银子吗？我从江家带来的可不止这点。对啊，爹爹，你和娘亲已经洞房花烛，我们一家人当然得有福同行，有难同当。我只是觉得嫁给我已经很委屈你，怎么还能拿你的银子？我江离既然认定了你，就不会在乎这些。去吧，把银子还了，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父皇，我懂你，别说你，我都快爱上了。你少胡说八道。那我跟他们一起去处理一下借据的事情。好。元宝，过来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。我处理完宫中的事情就马上回来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这么急着找朕？皇上，太后的心急又犯了，你赶紧跟我们回宫看看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这么急着找朕？皇上，太后的心急又犯了，你赶紧跟我们回宫看看吧。快，回宫！母后，哀家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刚出宫就让你担心。母后说什么呢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您的心急，好好照顾母后。朕去问问太医。皇上放心，母后的心急还是不能治愈吗？启禀皇上，臣等无能，只能暂且稳住太后的病情。只是若是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太后的身……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如果能找到他，母后的心急是不是也能治愈？等等，把张琴给朕叫来。微臣参见皇上。朕还要在宫里守着母后，你马上备一份厚礼送去江府，就说是给江大小姐的回门贺喜。江大小姐，皇上什么时候跟江家这么熟识了？是，微臣现在就去。江离，回门的日子怎么就你们3个？
你那乞丐相公呢？难不成是怕他来给你丢人？你少挑拨离间，我爹爹是临时有事，等他忙完就会过来。一个破乞丐能有什么要紧事儿？姐姐，你放心，现在京城所有人都知道你为了几两银子自甘下贱嫁给乞丐，他来与不来，你都会被耻笑。江离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就是，那点银子有什么？真要成了状元夫人，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？算他自己知道跟乞丐才最相配，不然一个未出阁就跟人苟且生下野种的残花败类，也配肖想我夫人的位置？还是像娇娇这样的千金小姐，才配得上我。放狗屁！什么破举子？是我娘亲瞧不上你。就是，还没通过殿选就在这儿摆谱，当心到时候落榜被人笑掉大牙。这种品行也不知道是怎么过了科举的。等殿选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父皇狠狠教训他。你别跟他们这种臭乞丐一般见识，等你成了状元有他们哭的。我们进去吧，别让爹娘等久了。站住！我们进去吧，别让爹娘等久了。站住！江离，你还想干什么？长姐在此，你敢走在我前面，长幼有序的规矩，我看你是都忘了。江离，你敢打我？带着野种嫁个乞丐，还想压在我们头上？我劝你识相就夹着尾巴去小门，省得在这丢人现眼。就是，我以后可是状元夫人，不是你这个乞丐婆能比的。我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只要你在江家一日，我就是你的嫡姐一日。别说你应该走在我后面，就算给我端茶倒水都是应该的。相公，站住！娇娇先进。江离，你过来啊！哇，这也太有气势了吧！那是，我相公是新科举子，殿选之后他就会封侯拜相，你给我等着。好啊，那就让各位看看，这种不守规矩、不分长幼的人，到底应不应该通过殿选？你以为凭你几句话就能动摇我相公的地位？张姐，请。相公，姐姐，你先请，这才乖嘛。岁岁、元宝，我们走。这个贱人，我待会一定要狠狠羞辱他。放心，回门礼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我还不信他家的那破乞丐拿得出什么好东西。哎呀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有些人也不用特意回来丢我江府的脸。丢脸？外祖父、外祖母嫁给你的时候，你不也一穷二白吗？靠着外祖母的钱过上好日子，却转头就养了外室，那你是不是也嫌自己丢脸啊？哇，原来外祖父之前就是个吃软饭还不认账的混账东西，真丢我们男人的脸。你，江离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。谢谢父亲夸奖，岁岁确实是我的好女儿，而且托父亲的福，我现在还多了个好儿子。夸我了，夸我了！你们给我滚到一边去站着，别在这儿碍我的眼。爹娘，爹娘，不愧是嫁出去的人，这气质都变了。那都是因为相公对我好。好女婿，江家以后都仰仗你这位未来的宰相了。江家虽然无权无势，但钱却不少。只要我拿到足够多的银子，就能把殿选的考题搞到手，状元之位就非我莫属。我赌上一切，就是为了那一天。当然，这都是小婿应该做的。他要是能当上宰相，我以元宝3个字倒过来写。元宝，你为什么这么确定？怎么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他这种德行怎么可能当得上状元？皇上又不瞎是吧？我也觉得。爹娘，相公今日还特意为你们准备一份回门礼。岳父，这是小婿为您准备的礼物，分别代表福、禄、寿，希望江家财源广进，岳父身体安康。老爷，你看看，新科举子就是思虑周到，我们江家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能有这么个好女婿。爹，还有个好消息，
相公说，宰相大人待会儿还会亲自过来。宰相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宰相大人是特意来恭贺相公回门之喜的。真的？宰相大人与我有知遇之恩，承蒙他记挂。张琴的眼光什么时候这么差了？老爷，你看娇娇和齐照多给我们长脸啊！有个好女婿就是不一样，这么快竟然都跟宰相搭上关系了。就是江老爷，你们江家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我们啊！好，好女婿，以后要是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尽管说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不枉费我花了这么多心思。姐姐，不知道你跟你那个乞丐相公给爹准备了什么大礼？穷没有。新婚女婿不上门也就算了，竟然连一点心意都不准备，说出去还以为是江家高攀了他这个乞丐。就是，爹，姐姐拿走江家那么多银子，竟然还故意空手回来丢你的脸。江离，我看你现在是一点都不把我这个爹放在眼里。乞丐嘛，穷点多正常。爹不是瞧不上，就不拿3瓜2枣来气爹了。嫁得好就是不一样。看看江娇娇，再看看江离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可惜好好的一个江家，还要被一个乞丐拖累。我怎么会养了你这么个孽女，只会给江家蒙羞。你现在就带着这2个野种给我滚出去，我江家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赶出去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们。元宝，哼，真当我是空气啊？哇，元宝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一般，也就京城第3。元宝竟如此厉害！老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臭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功夫？一个臭乞丐也敢在我江府放肆！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功夫！全都给我滚出来！姐姐，识相的还是赶紧跑吧，总比待会儿被丢出去好。人太多了，现在我真的不行。要是爹爹在就好了，要不我们跑吧，还来得及。宰相大人到！宰相大人，宰相大人真的来了！宰相大人，您来了。江离，我相公还没殿选就得了宰相大人的眼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？是挺后悔的，后悔刚刚怎么没一拳给你打晕，让你在这狗吠。你就嘴硬吧，我倒要看看那个破乞丐能给你什么好日子。宰相大人，您来已经是我们莫大的脸面了，竟然还带了这么多贺礼。为恭贺江家回门之喜，宰相府特送上头面100套，丝绸1000匹，白银1万两，给江大小姐，给江大小姐。给我？我就说张琴怎么可能看上齐昭，原来是受了父皇的命令来给我们撑腰。既然回门礼已经送到，在下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江大小姐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。不是说宰相大人是来恭贺齐昭的吗？怎么变成给江离送礼了？对呀，还说江离的福气在后头，难不成那乞丐还有别的身份？灵儿啊，你快跟为爹说说，你什么时候认识的宰相大人？这种好事怎么都不告诉爹呢？爹，你不要被骗了，那臭乞丐怎么可能还有别的身份？不认识。爹，你看我就说，肯定是宰相大人认错人了。相公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岳父大人，江离的绣球当时落到了我手里，宰相大人肯定是误会了。这是俩，应该是误会了。是啊，老爷，江离和那乞丐算个什么东西？怎么可能入得了宰相大人的眼？江离，你今日给江府丢人现眼也就算了，连宰相大人都敢骗，你不想活也别连累我们。把宰相大人带来的东西都给我搬回去，好生放着。是。住手！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的。宰相大人的礼也是你们能肖想的。就是，姐姐我知道你嫉妒我，但是你们也不能明抢吧。娇娇是我夫人，以后这种送上门的东西比比皆是。你们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还能看在你跟娇娇是亲姐妹的份上赏你们一下。这些真的是给你的，不能被他们抢了。父皇的东西，这群人还不配拿。是啊，娘亲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
但是宰相大人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不能便宜了江家。跟他们废话什么？赶紧把东西搬进去，不要辜负了宰相大人的心意。江离，你干什么？想让我把东西给你们？行，让宰相大人回来告诉我这是给你们的。宰相大人也是你能指使的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毕竟我可是听宰相大人亲口说，这些都是给我的。想抢我的东西，没那么容易。我看你是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今日我就要好好教训你们，以正我江家家风。来人，给我打，打到他们认错为止。娘亲，要不你不用担心，我另有办法。快去江府！元宝，你还有这个本事呢！行走江湖必备技能，方便爹爹随时救我。只不过现在嘛，还得拖到爹爹过来。其实我娘亲就能。算了，为了爹爹娘亲的感情着想，还是给爹爹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吧。百发百中，我的功夫也不是白练的。听声辨位。娘亲，我们好像真的捡到宝啦！一群蠢物，连个小杂种都打不过。来人，给我打！小杂种，我看你还能有什么本事？元宝，元宝！哇！你简直反了天了！今日不好好教训你，我就不是你爹！爹爹怎么还没来？慌什么？关门，放娘亲！这个贱人扇巴掌扇出门道了，把豺狼放出来！你让我来救什么？救个寂寞。我也没想到碎碎娘亲有这么厉害，她要真是我母后就好了。都没我表现的机会。相公，他们欺负我，你看这么多人打我一个。我们欺负你？江离，刚刚可是你打的他们，那咋了？那也是他们该打。对，爹爹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他们还想抢走宰相大人给我娘亲的东西。就是，相公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的人你们也敢动？一个破乞丐还在我们面前摆上谱了，你们能打又怎么样？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给我相公，我还不信你们敢在宰相头上动土。就是，我女婿是板上钉钉的状元郎，未来的达官贵人，就算真的抢了你们，你们也得认。岳父大人，他们简直不识好歹，我们就应该把他们抓起来好好收拾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姑爷的话吗？还不赶紧爬起来把他们给我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哇，爹爹好厉害！怎么，当着我的面还想动手？那我告诉你，刀剑可不长眼。老爷，江离，你就这样看着他把刀架在爹肩上，不然呢？混账！我可是你亲爹！爹刚才对着我们喊打喊杀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也是你亲女儿呢？哦，对，想打还没打到我，你说说，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你这个不孝女！江离，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这样对爹，就不怕别人戳着你脊梁骨骂吗？碎碎，你娘亲的无影脚真厉害！爹爹拿刀砍人，娘亲用脚踹人，不愧是一对。你放恶狗的账我还没跟你算，不过说来也好笑，你跟齐昭不愧是夫妻，挨打都要一人一脚。怎么，还想挨一脚？看在你们是江离亲人的份上，
这次只是警告，再有下次，后果自负。把东西搬回去。走，我们回家。爹爹这英雄救美也太帅了。不过，爹爹，等等，怎么了？都拿走。哈哈哈哈，全部捡走，一个不留。相公，这个乞丐这么欺负我们，显然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是啊，好女婿，这笔账你可不能就这样算了。放心，等我过了电选，一定让他们挨着磕头认错。话不要说太早，不然到时候过不了电选。这些银两可以买个大宅子了，到时候我们舒舒服服的搬进去。站着！尹矿，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债主吗？为什么他们会来江家帮我们？父皇，我们好像被怀疑了。因为听到元宝叫我的时候，他们正好也在，就拜托他们一起来帮忙了。对，虽然是债主，但却也是一群有情有义的江湖侠士。好，这件事算你们说得过去。那宰相大人给我送礼又是怎么回事？我跟他可从来都没见过。完了，父皇光顾着撑腰，没想到怎么解释。因为我跟爹爹是奉旨乞讨。元宝，你们竟然认识皇帝？以前我们偶然帮过皇帝，所以他就亲赐了这个碗给我们，想要什么就能要来什么。看吧，顾头不顾腚，还得我来给你擦屁股，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哟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信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。我们真的能这么直接的找人家要银子吗？穗穗，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哪里来的乞丐敢来这儿讨饭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快走快走，不然小心我收拾你们！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银子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头一次见这么理直气壮的乞讨，我俩不会被揍吧？不行，我得时刻着准备着，到时候拉着他就跑。我看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。哼，我可是奉旨乞讨，见此碗者必须给钱。还好父皇怕出来遇到什么麻烦，想了这个法子。我呸！竟然还敢招摇撞骗，你俩完蛋了！他好像不信哎，蠢货！宰相府的人是没长脑子吗？谁会拿这个假玉玺印章在宰相府招摇逛市？我一定要让父皇把他们全换了。我懒得跟你说，把张琴给我叫出来。你竟然还敢直呼我家老爷的名讳，我看你小子是存心找死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两个招摇撞骗的臭乞丐抓住！还好我有先见之明。在门口吵吵嚷嚷的干什么？啊！老爷，你是存心想丢我宰相府的脸吗？都是这两个臭乞丐在这大言不惭，小的正想好好教训他们。我倒要看看谁敢这么大胆，敢在……小黄，糊涂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子对小公子不敬？你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皮？我是来讨钱的，也不用太多，那个碗给我装满就行。现在你们应该相信了吧？竟然是真的。自然，我们怎么会骗你们？行吧，算你们说得过去。穗穗，你喜欢什么？还有你娘亲喜欢什么？买，都买。既然这个碗这么厉害，那你们怎么还这么……哎，你怎么还人身攻击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我跟爹爹那是因为低调，一般不让别人知道。
岁岁，是因为元宝他们从来没有不劳而获的想法，这2次都只是为了我们。娘亲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会用自己的双手赚钱报答爹爹和元宝。好。父皇，你说我们要是找到母后回宫了，还有谁能护着他们啊？虽然以岁岁娘亲的能力，好像也没人能欺负他们，但是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那就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们有一个靠山。父皇，你的意思是？秦太医说，为了母后的身体，她应该多出来走动，那就让人办一个赏花宴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传消息。今日也算你救了我们，总不好再让你睡地上。你爹爹，我们进来了。怎么了？我和岁岁今日想跟你们睡。好了，这下可以睡觉了。我从小就想跟爹爹娘亲一起睡，今日终于实现愿望了。那以后爹娘日日陪着你们一起睡好不好？好。好了，快睡吧。过几日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赏花宴吗？真好看。银匡，我看来这儿的好像都是官家夫人，你确定我们的身份真的能参加吗？江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都能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来？就是你们也配跟我比？我相公可是未来的状元，今日可是有人专程请我们过来的。就凭我的身份，多的是人想巴结。我看你们是上次挨打没够，又想吃巴掌。来，我准备好了。你这个泼妇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有的是机会收拾你们！你就这么确定你能成功通过电选？我能不能通过电选不用你操心，但是现在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滚出去。江离，这可是太后的赏花宴，我还不信你们这种乞丐还敢在这儿造次。好好的赏花宴，竟然让臭乞丐进来了，也不知道这些侍卫是怎么回事。不行，快把他们赶出去，万一待会儿冲碰到太后……来人！给我把他们赶出去！江离，这可都是宫里的侍卫，就算这乞丐功夫再好有什么用？我还不信他敢跟皇上作对。回门宴的账，今日总算能跟你们好好算算。要怪就只能怪你们非要送上门来。快上，给我把他们打出去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！蠢货！宫里的侍卫还能不认识我跟父皇？敢动一下，他们脑袋都得分家。娘亲，他们好像使唤不动这些侍卫。那当然，这些都是宫里的侍卫，只听皇上和太后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没听见我相公说话吗？要是待会儿他们坏了太后赏花的兴致，你们担得起这个责吗？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把他们4个丢出去。慢着，江离可是哀家请来的贵客，你有几个脑袋要把他们丢出去？参见太后。我贵客，看到没？我办事谁不得说一句完美？行了，今日主要是让大家一起踏青赏花，不用这么拘束，起来吧。太后，你怎么会邀请江离过来？还不就是一个……住口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太后做什么还用得着你管？太后恕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还不滚下去，别影响太后赏花。你就是江离吧？哀家听说你愿意委身下嫁乞丐，像你这样不图富贵荣华、坚守本心的女子少之又少。哀家今日就是想瞧瞧你这位奇女子。太后奶奶，你眼光太好了，我娘亲确实是全天下最好的女子。父皇，看来皇祖母真的很喜欢岁岁娘亲，这样以后就没人能欺负他们了。
承蒙太后厚爱，江离只是顺心而活。况且我相公品行正直，为人善良，实属良配。夸你了，夸你了！好，江离，好孩子，哀家记住你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这个贱人命这么好，一个破鞋嫁个乞丐还能得了太后的眼？慌什么？别忘了，我们可专门打听过太后的喜好。太后，娇娇和相公听闻你前些日子身体不适，所以趁着赏花宴，特意为您寻来了一份礼物。是富山县的千年百寿图，这幅画得花不少银子吧？家父虽然没有一官半职，但是经商还是不错。再则为太后祈福，花多少银子，我跟相公都在所不惜。没错，这画上我们还熏上了有助安眠的香，愿太后身体康健。不错，还知道哀家最喜欢画作，你们有心了。不知道姐姐这位奇女子今日给太后准备了什么祈福的东西？都忘了此事，让齐昭他们得了便宜。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。穗穗，走吧，该咱俩表演了。不是，你之前也没告诉我还有这一出啊，这不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吗？不用，我准备了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请太后让人给我准备一些笔墨纸砚和画布。姐姐，你不会还想自己画一幅画吧？难不成你觉得你的画作能比得过我们的千年百寿图？我劝你，还是不要在这丢人现眼。哇，穗穗，你娘亲还会作画呢，就没有我娘亲不会的东西。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太后，这是民女为助您身体康健画下的百鸟朝凤图。穗穗，你娘亲这画技可不输很多大家了。那是，娶到我娘亲，你们就偷着乐吧。不错，如此短的时间，竟然能做出此画，再好看也不过是个废品，还能比过我们真金白银买来的吗？这凤凰竟然成真了！就算是画圣在世，也没有这个本事啊！江离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娘亲也太厉害了吧！竟然能下笔成真！要是早知道，直接画些金锭银锭，我们不早就发财了？凤凰，我们才是捡到宝了，要不然你干脆从了他吧。我觉得他当我母后也行。我才不想，见你死前。刚刚也不知道是谁看的眼睛都直了，口是心非。你凤凰朝拜，恭贺太后万福金安。好，好，这是哀家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我难道是在做梦？不是对你们的画那么满意吗？现在还满意吗？你这个贱人！你这个贱人！我被一只画里的凤凰打了。江离，当着太后的面你都敢打我，你怎么年纪轻轻眼睛瞎了？这是凤凰打的，不是我。不信，再打一个给你们看看。哇，这凤凰还会打人！是啊，谁让有些人记吃不记打呢？对，这种人就应该狠狠收拾，好让他们长长记性。贱人，我可是未来的状元郎，你竟然敢让这凤凰打我，你信不信？够了！哀家说了，江离是哀家的贵客，你们一口一个贱人，还把不把哀家放在眼里？太后，明明就是江离先动手。怎么？你的意思是哀家偏帮江离吗？太后息怒，是我们一时失言。像太后摆明了就是区别对待。谁让我娘亲厉害呢？就是，太后是我皇祖母，不向着我，难道还向着你啊？
你送的礼，哀家很喜欢，赏，哀家重重有赏。太后！太后肯定是心急又犯了，我现在就去找太医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娘亲能治。如果你们愿意把太后交给我，我一定不会让她有事。江离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那可是太后，你想谋害太后也别拉上我们。嬷嬷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根本就不会医术，他什么德行我一清二楚，他就是想趁机谋害太后，不想死就滚开，耽误了太后的病情，你以为你能负责吗？江离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你还装上了。我娘亲还用不着你提醒，我告诉你，我娘亲的医术整个京城都无人能比。爹爹，现在怎么办？嬷嬷去请太医过来，至少还要一炷香的时间。你确定你能治好太后？我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我更不会拿你们的性命闹着玩。好，治。我们相信你。好，江离，这可都是你一人所为，要死你自己死，别想连累江家。无而不根，脉力不均，元气心散，是心有思虑，长久落下的病根，脉象心死，皮肤青黑，直接下针恐怕会有偏差。娘亲，平心静气，停响辨位。平心静气，听响施针。他是……好了，虽然心疾已除，但是太后被心疾困扰多年，眼下身子还有些虚弱。回宫以后，让太医院准备一些温和的补药，调理几日即可。多谢江小姐，奴婢回宫以后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去办。明眼施针，岁岁，你娘亲果然厉害。那是，我早就说了，这桩婚事你们不亏。是你，6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爹爹，你在说什么？元宝，她真的是你娘亲。6年前，京城后向你救了我，然后我们5年前有人将元宝送到我身边，说是我的孩子。除了你之外，我从未碰过其他女人。你，没想到我找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真的阴差阳错成了我的妻子。我终于找到我娘亲了，我也终于找到我爹爹了。可我怎么不知道我生了2个孩子？当时我醒来，身边就只有师傅和岁岁。师傅，太后，你醒了！恭喜太后，贺喜太后！虽然哀家刚刚晕过去了，但是你们说的话，哀家都能听见。谢谢你救了哀家，只要太后您平安无事就好。好孩子，你放心，哀家绝不会亏待你。您身子才好，还是赶紧安心回宫歇着。对，您放心，这有我们呢。好，那你可得帮哀家好好照顾江离，要是有什么意外，哀家拿你们试问。怎么可能？江离这个贱人医术怎么会这么好？他这么多年竟然一点都没表现出来。有些人被打脸了吧？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看着江离妃上枝头变凤凰。相公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。父皇这是要摊牌了？也是，既然已经找到母后，是时候跟我们回宫享清福了。娘亲，你放心，绝对是天大的好事。真的，爹爹快说快说。其实我不是乞丐，我的真实身份……相公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江离这个贱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治好了太后的病。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真让他这么得意。哼，救了太后又怎么样？尹匡可是犯了杀头的大罪。我犯罪？你们胡说什么？死到临头你还不承认，那我就让你死不明白。这玉牌可是皇帝之物，我亲眼看见从你身上掉落，
你一个乞丐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肯定是你偷来的。尹匡，你胆子还挺大啊！偷皇帝玉牌，难不成是想冒充皇上？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！你们胡说！这玉牌本来就是我爹爹的。对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就说我爹爹偷了东西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还不将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带回去审问？我看他们是一计不成又来一计，几个衙役而已，对付他们还绰绰有余。对，爹爹，我们直接杀出去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今日敢跑，明日就会被钉在通缉板上，到时候看你们如何在京城混。就是，我劝你们还是乖乖束手就擒。敢通缉我们的人还没生出来，爹爹，我们直接动手。不用，跟他们走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定我们的。县令大人，犯人尹匡已带到，有劳齐举子了。就是你这个乞丐盗窃皇上的玉牌，好大的胆子！说我盗窃，有何证据？还想狡辩？齐举子就是证据。要是这样就能随意定罪，那我也能说你身上的腰牌是我的。那你是不是也犯了偷盗之罪？嘿，你个臭小子，竟敢这么跟我们县令说话！我看你是皮痒了。我看他们骨头硬得很，不如直接上刑，到时候不吐也得吐。来人，用刑！住手！事情未查就要行刑，你们难不成还想屈打成招？就是，你信不信我们砸了你这个府衙？你敢！尹匡，本县令警告你，还是快些认罪，不然等我上报朝廷，有你的好果子吃。我告诉你们，无论再说多少次，这玉牌就是我的东西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还想说你就是当今皇上？哼，说我还真是呢。尹匡，你也不撒泡尿，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皇上就算微服出巡，也不可能是个乞丐。也是，尹匡怎么可能会是皇帝？这些不过都是他们恶意陷害。你要是皇上，我把脑袋砍下来给你当凳子坐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我呸！给你点颜色，你还真开启染坊了。刚刚还只是偷窃皇宫重物，现在竟敢冒充皇上。我告诉你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对，这下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，你这一家子都得掉脑袋。姐姐啊，难为你刚治好太后，本来可以一飞冲天，就被你这个乞丐丈夫拖累了，真可怜。对，娘亲，我们去找太后奶奶，她一定能帮我们证明。还找太后？太后要是知道有人冒充她儿子妄图动摇国本，恐怕恨不得直接杀了你。县令大人，尹匡冒充皇帝还拒不认罪，不用跟他们废话，直接押入大牢，择日问斩。一个臭乞丐还敢处处跟我作对，这就是下场。好，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公堂之上，本县令最大。来人，将他们拿下，押入大牢。证据确凿，无需上报朝廷。明日午时，将他们4人斩首示众。他们今日是咬定了要将罪名安在我们身上，不能继续待在这儿。对，爹爹，我们还是杀出去吧。就凭你我娘亲的本事，这几个人还不在话下。不行，这个县令既然能如此判案，就说明狱中之人不知多少是被冤害，我得被关进去，才能查清楚。爹爹，这会不会太危险了？所以此事我一人去做。不行，想查清楚也不一定要用这种办法。放心，还有你们，我不会有事。娘亲，爹爹认定之事不会改，你就相信他吧。好，我一定会尽快救你出来。等等，我认罪。哼，这就对了嘛，也好免受些皮肉之苦。
姐姐，这下我倒要看看还能有谁帮你。但是，我只认我偷窃了皇上的玉牌，至于冒充皇帝一事，纯属无稽之谈，你们没理由抓他们。胡说八道！我们刚刚可都亲耳听见了，你现在想反悔，不可能。既然如此，那今日我就杀出公堂。我们的本事，县令不知，你跟齐昭应该一清二楚。你行了，先除掉一个再说。来人，将罪人尹匡带下去，严加看守。我等着你哭着跟我求饶那天。娘亲，你放心，爹爹心里有数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去想办法，将这群坏人一网打尽。还敢拦我？我看你是这么多次都没长记性。我是来告诉你们，想走可以，但是他得留下。想留下我儿子，那就试试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就凭他一直跟着他那乞丐爹，谁知道盗窃一事他有没有参与？你这是故意冤枉，我们就还冤枉你了，怎么样？你们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他跟尹匡不是一伙的。对，快把这个小乞丐也给我关起来！娘亲，正好，爹爹一个人在狱中，我也不放心，我俩刚好有个照应。你快带着穗穗离开，到时候再来救我们。可，娘亲放心。爹爹武功高强，我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别想欺负我们。好，那你们照顾好自己。哎呀，姐姐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明日他们斩首的时候，我一定亲自去帮你看看。齐举子，我可都是按照你要求做的，等你成了状元，可别忘了我。那是当然。高兴的还太早。娘亲，你有办法？劫法者，找证据，救你。新来这个是个硬骨头，你们对他也不用客气。谁要是能把他打得半死不活，县令大人就让谁早些出狱。你好得很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口饭都别想吃。我看你们也不像穷凶极恶之徒，怎么会被关进死牢里？县令说我们结伙强盗杀人，那可是唯一死罪，可我们是被冤枉的。被冤枉？对，我们都是被屈打成招的。看在你们明日就要死了的份上，就让你们父子好好团聚团聚。元宝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齐昭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放过我，只是当时没表现出来，不然父皇你肯定不会乖乖就范，所以你一走就把我抓了。本来还想着靠你带穗穗他们去皇宫找母后，现在父皇多虑了不是？母后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放心，她一定有办法救我们，到时候我们配合他们就好了。你倒是比你母后还自信。我那是对母后有十足的信心。爹救我！为父马上就救你出来。县令大人，您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把孩子赎出来？本县令知道你们爱子心切，但是奈何他们犯的不是小罪，要运作起来有些麻烦。您说要多少银子，我们都给。那就你们各自家产的1半之数。县令大人，这是给你们机会，难不成你们觉得自己的独苗苗没有一点家产重要？不行，那咱们就断头台上见。爹，我们给，我们现在就回去变卖家产。堂堂县令，理应断案石冤。你竟然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，你对得起公堂之上明镜高悬4个字吗？就是天子脚下都敢这么胆大妄为。就算你们知道了又如何？你们不会觉得自己还有命能出去吧？就是，还不如用这时间好好想想明日上路的事儿。没想到我尹元宝还有坐牢车的一日，也是新奇的体验了。放心，区县县令还动不了我们。
娘亲，都安排好了吗？放心，娘亲，你办事我放心。父皇，快看，母亲来了！我要劫法场，给我找个机会。头一次见劫法场还要犯人给机会。父皇，这不是正好考验我们和母后的默契吗？大胆乞丐，竟敢偷盗皇帝玉牌！多亏齐举子慧眼识金，将你们抓获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毕竟为官者理应为国为民。姐姐啊，你不是坚信嫁给这个乞丐能过上好日子吗？怎么，杀驼的大罪就是你所谓的好日子？你别高兴太早，我爹爹和元宝定不会有事。哟，现在还嘴硬，难不成就凭你们还能劫法场？今日本县令便依法将你们处斩，以为大隐王法。你敢！县令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父皇可是真龙天子，你们还妄想砍下他的头，被雷劈都算便宜你了。凸显天雷，莫不是有什么冤情？我看就是，不然老天爷怎么好端端的发怒？有个屁的冤情！情况偷盗圣物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谁再敢妖言惑众，从罪而处。县令大人，我看肯定是他们搞的鬼。对，他们这对乞丐阴招可多了。为了万无一失，还是赶紧下令将他们就地处死。死到临头，竟然还敢害本县令！来人，处斩！将军何在？怎么可能？江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帮手？相公，现在怎么办？终于摆脱这个鬼东西了！耶！终于把爹爹和元宝救出来了。这些都是你的手下？那可不，爹爹，我早说了，我娘亲可厉害了。娶到我，算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是，我夫人说什么都对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来劫法场！你都敢无乱判案，我们为何不敢？县令，你可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！对，你们简直是找死！废物，还不赶紧起来，将他们给我抓起来！爹爹娘亲，我们先走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们。站住！你们以为你们跑得掉吗？哼，你以为我想不到你会来劫狱吗？现在我倒要看你们还能怎么跑。七居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就是不愧是未来的状元郎。早就知道你们不会乖乖听话，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个机会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你们？姐姐，偷窃不会株连九族，但劫法朝可是大罪。你们一家人正好整整齐齐上路。爹爹娘亲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们人太多了。娘亲，要不用毒吧？掏出一把毒药，把他们全部干掉。好主意。娘亲快上！但我没带。主子，我们先上，您趁机逃走。就算拼死，我们也护您安全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说得对，本就因我们连累你，绝不会让你们在此送命。没错，娘亲说了，做人要讲情义。对，还真是重情重义。不过今日一个也跑不了。对，不用抓活的，反正都是死路一条。住手！太后亲临，还不赶紧下跪迎接！太后怎么会惊动他老人家？娘亲，
你可是太后奶奶的救命恩人，她肯定是听到消息特意来救我们的。长相大人，微臣参见太后娘娘，参见宰相大人。太后怎么会突然过来？此事我也没上报朝廷啊。难不成是听说了此事，特意过来奖励我们的？当真？那我这顶乌纱帽岂不是还能再戴高点儿？太后，怎么还劳烦您亲自来一趟？这几个杂碎，杂碎！哀家看你才是那个杂碎，你有几个脑袋敢这么对他们？皇祖母病好之后变得这么好动，不愧是你母后救回来的。相公，这怎么回事？太后怎么还帮着他们？不行，我们赶紧走，不然一会儿肯定会迁怒我们。不就是侥幸治好了太后吗？等殿选之后，我一定亲自将此事上报皇帝，看他们还怎么逃。微臣只是秉公办案啊！还敢说自己是秉公办案？曲县县令竟敢扣押皇帝和小皇子，还妄图将他们斩首示众！要不是我听到风声，你百死都不足赎罪。什么？他真的是皇帝？完了，我命休矣！我本来昨日就想告诉你，谁知被齐昭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母后，我可以作证。好啊，原来你们一直在骗我。我就说我之前怎么会梦见一条龙变成了尹匡的模样，看来老天爷早就提醒我了。不，母后，我们不是故意骗你们的。对，我们假扮乞丐其实就是为了找你，只是没想到还没认出你，你就先成了我的妻子，所以我们只能将错就错。对，母后，我发誓，这些年父皇无时无刻不想着你，所以我摇身一变成小公主了。尹匡，尹下为匡弑君，我竟然现在才发现。你俩给我等着，回去我再跟你们算账。父皇，我俩死定了。管他呢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父皇，你是这个好孩子，要不是你找人劫法场，都等不到哀家过来。皇帝遇到你是他的福气，你放心，哀家现在就给你们做主。太后，皇上，饶了我吧！我要是知道您的身份，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！是啊，皇上，我们也是听信了齐昭的谗言，都是他才是始作俑者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怕了。就是坏事做尽，知道求饶了，没门。我们真的也是没办法呀，都是齐昭拿他以后状元的身份来压我呀。正是因为齐昭，那牢里那3位被你们冤枉屈打成招的百姓呢，也是有人拿着刀架在你们脖子上逼你们吗？我是一时鬼迷心窍，皇上，我愿意把我的家产都拿出来，求您饶了我一命吧！饶了你们！小小县令竟能如此为非作歹，要不是朕发现，还不知道你们这群当官的是如何鱼肉百姓。你们之恶简直罄竹难书，一律当斩！皇上，这些事都是县令他逼我的，我也是不能不听他的吩咐。好啊，分钱的时候怎么不说是我逼你？那些鬼扯都是你出的，我今儿就先打死你！拖下去，明日午时问斩。还有，彻查这县衙里的所有案情，无罪之人全部释放，将这2人的家产全部分给他们，以作补偿。父皇，这些衙役是奉命办事也就算了，但是齐昭和江娇娇可不能放过。对，要不是他们，爹爹跟元宝也不会受这么多苦。他俩跑得倒挺快。放心，他们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张琴，传朕旨意，殿选时间改为明日午时。是。吾皇万岁！母后，我真的要不行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发誓，我再也不敢骗你了。是啊，娘亲，这都2炷香的时间了。行，休息吧。累死了，当年跟着父皇学功夫都没这么累过。慢着，元宝是我儿子，我心疼他是应该的，但你继续渣着。父皇，谁让你不是母后的儿子呢？你小子，好离儿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国之君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宫里还有这么多人，那怎么办？谁让你娶了我？你要是反悔了，我们也能和离。和离？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开玩笑，我好不容易找到的母后不能废了！你想干什么？尹匡，你干什么？赶紧放我下来！当然是好好教教我夫人，和离2个字可不是随随便是能说的。放开我，成何体统？哇！好女婿，大晚上怎么还突然过来了？爹娘，皇上将殿选的日子提前了，明日午时。真的？那岂不是我们姑爷明日就是状元郎了？那当然。好，明日我要在江府大摆筵席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我们江家的好女婿。但是还有事情需要爹你帮忙。说，也一定给你们解决。岳父大人，虽然我对明日的殿选胸有成竹，
但是我担心还会出现别的差池，毕竟这都是皇上的心意。道理。那女婿的意思是，只有提前拿到殿选尸体才最稳妥。这殿选作弊是杀头的大罪啊！是啊，娇娇，爹娘，相公这也是为了我们。你想想，你要是有个状元郎女婿，还有谁敢看不起江家？岳父大人放心，我都疏通好了，绝不会有任何差池。那你想让我帮什么忙？现在还差黄金100两，要这么多，那可是大半个江家。要不是为了江家的钱，我怎么可能娶一个商户的女儿？等我成了状元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。娘，你目光长远点，等相公拜相封侯这些东西，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？岳父岳母放心，等明日一过，我一定会千倍百倍还给你们。是啊，爹，你到时候可是状元的岳父，多的是人上赶着想找你做生意，还差这点，你就快拿出来吧，时间不等人。可江家现在也没这么多现银呢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把铺子什么的卖了不就行了？爹，你别想了，赶紧吧，以后相公再给你们买回来不就行了？老爷，要不我们还是赶紧去凑钱吧，毕竟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只要女婿能成功通过殿选，这点钱也值得。好，为了我们江家的以后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好女婿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变卖家产。爹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你放心，等明日以后，我们江家的日子肯定越来越好。父皇和娘亲是不是好了？那是当然，看父皇这红光满面的模样。张琴，这么晚了来找朕做什么？还有，你这是带了什么东西？这是齐昭托人交给微臣的。齐昭，他怎么会这么有钱？我记得他也不是富贵人家。对啊，不然也不会心心念念成状元郎，咸鱼翻身了。是江家卖了大半家产才。江家给他凑钱做什么？齐昭想用这些换取明日殿选试题。哇，他胆子竟然这么大，都贿赂到殿选上了。我就说这个草包怎么一口咬定他能通过殿选，居然想到了这种法子，不知道是该夸他聪明还是蠢。就是，万一宰相大人收了钱，随便告诉他个假题目怎么办？小公主，你可别害我啊！就算我不泄题，收后贿赂也是要杀头的。看来我爹还真是被冲昏了头，竟然敢跟齐昭同流合污。那株连九族的话，岂不是我们？你是不是傻？难道父皇还要下令杀了自己吗？对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父皇怎么处理？要不要现在就派人围了江府？不，张琴，回去告诉齐昭，就说殿选的题目是如何破解9连环。草民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这声音怎么有些耳熟？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见过。听说你最近风头正好，还破获了一桩乞丐冒充朕的奇案。我还没说，这事就传到皇上耳朵里了。草民也是意外发现那尹匡竟有如此心思，好在还未酿成大祸。不过他们昨日就理应斩首示众，却被太后所救。虽然江临救了太后，但此事毕竟事关国家，还请皇上秉公处理。好啊，那你说说，朕该怎么处理他们？他们罪无可恕，自然应该杀之后快。哼，好一个杀之而后快！朕是不是应该感谢能为皇上分忧，是草民之幸？蠢货！差点就露馅了。露馅有什么关系？现在是我为刀子，他为鱼肉，戏耍他们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对哦，还是母后聪明。那你就没想过，万一他真的是皇帝？皇上乃天之骄子，怎么可能是一个臭乞丐能比的？草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好，既然你有如此慧眼，朕相信你一定能通过殿选。来人，将试题呈上。果然是9连环，这次的状元非我莫属。父皇，你还真用9连环啊？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坑他呢。就是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连我都知道往地上一摔就行。你们父皇可没那么好心。好啊，父皇，
现在有了母后就不把我当宝贝了，计划都只告诉母后。我可什么都没说，那是你们母后爱我，所以了解我。我说什么呢？夫人，轻点，我在床上都没这么用的。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听！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让你一个人在这陪七招。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只要你解开9连环，朕就算你过了殿选。多谢皇上。9连环这么老旧的考题，怎么可能难得住我？竟然没碎！父皇，原来你在这儿等着呢。看，我就说你们父皇没这么好心。不给他挖好坑，他怎么能乖乖钻进来？这怎么可能？大胆齐招，你是对朕有什么不满？竟敢将试题摔在地上！草民不敢，草民只是以为这是破解9连环的方法。怎么？你当朕会轻率到出这种小孩子都会的考题吗？9连环自从发明出来，就是为了考验解密者的脑力与带领。这种投机取巧的把戏，你也敢来糊弄朕？就是，为官者为国为民，理应有智力有耐心。像你这种只会偷奸耍滑的，怎能堪当大任？皇上明着，草民绝对没有这种想法。既然没有，那你今日就想办法将这9连环解开，否则……如此蠢笨，朕也不为难你。你要是能将治国之道以策论形式讲出来，朕也算你过关。什么？怎么，连这都说不出来？可是朕记得这是此次科考的试题，你好像还拿了满分。不是，草民只是有些紧张。紧张？好啊，那朕就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答不上来，便退下。治国之道是，他还真是一点都不学啊！这种人竟还妄想封侯拜相，要是真被他得逞，百姓还不知道得遭多少殃。所以科举的文章不是他自己写的，难怪他觉得能考贿赂宰相得到试题，竟然是科举之时就成功了一次。朕还不知道，有人竟敢在朕眼里皮子底下收受贿赂，影响科举。看来今日能挖出一大批贪赃枉法之辈。皇上饶命啊！大胆齐招！朕今日倒要好好问问你，你的科举到底是怎么过的？皇上，草民认罪，是草民贿赂了科举考官，找人帮我写了一篇文章，直接替换上去了。请皇上看在草民主动认罪的份上，就饶了这一次吧。呵呵，你要认的罪难道只有这一桩吗？来人，把殿外候着的人请上来。是真的，相公，那你现在就是状元了。好，我们江家总算出头了。老爷，我就说娇娇是我们家的福星吧。没错。皇上，民妇相公既然已经通过了殿选，那是不是应该给他封个官职？看来你们是早就料定齐招一定能通过殿选。皇上，姑爷的本事我们都有目共睹，他天生就是状元的料。好啊，那你们说说，朕该给他封个什么官？皇上，不如您直接封他做个侯爷。住口！以民妇相公的能力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别说了，相公，这可是好事儿，你不好意思提，我来提就行。皇上，实在不行，宰相我们也勉为其难接受。侯爷，宰相，齐招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草民不敢，是他们，都是他们。皇上，是他们让我贿赂宰相，拿到殿选试题。相公，你在说什么？皇上明鉴，那些钱都是他们给我的，因为他们想要一个状元女婿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啊！皇上，齐招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昨日上门求我给你筹钱，说什么一定会通过殿选报答我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要不是你们给我钱，我怎么可能会走到这条路？都是你们的错，要死你们也得一起死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
现在怎么办？这可是杀人头的大罪啊！怎么会这样？皇上，我是一时糊涂才被齐昭蛊惑，求您看在我们从未做过恶事的份上，就饶了我们吧。对，皇上，民妇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干了。草民愿意将江家所有家产都献给国库，求皇上放我们一条生路。没做过恶事，那朕倒是要问问他，宠妾灭妻，苛待嫡女算不算恶事？什么？江离，怎么会是你们？难道不可能？不可能！现在还需要朕向你们证明那玉牌就是朕的东西吗？他竟然真的是皇帝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离儿，你不愧我们江家的好女儿，这么大的喜事怎么也不告诉爹，爹还担心你会受苦受累。是啊，好女儿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啊！现在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。之前你们欺负我娘亲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？之前都是我们的错，但是我是你的亲爹，你总不能真的眼睁睁看着爹被砍头吧？对啊，我们都是受了齐昭的蛊惑才会这样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怎么会？他明明就是一个乞丐，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皇帝？不，本来嫁给皇帝的人是我才对。灵儿，你放心，为父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。你不是想要你娘的嫁妆吗？不，我直接将整个江府都给你，你帮我跟皇上说几句好话，行不行？好啊。母后，不要被他们忽悠了。你想想，他们以前是怎么对你和穗穗的？那就依律处置。你说什么？江离，我是你爹，你爹真的要我去死？放心，你不会死的。真的？虽然电选舞弊是大罪，但是你们只是从犯，罪不至死，不过是抄家流放而已。抄家流放？江离，你别忘了，江家也是你的家。我的家。从我娘患病在床，你把柳如梅和江娇娇领回来，活生生将她气死在我眼前的那一日开始，江家就不是我的家了。你这种人根本不配为人父。对，外祖母去世以后，你就将年仅7岁的娘亲丢去了庄子，从此不闻不问。要不是遇到师祖，娘亲早就没命了。你把我接回来，不也是想利用我出嫁给你自己挣前程吗？只是没想到我有了穗穗砸了你的如意算盘，所以你当然得活着，活得痛不欲生，才能给我娘赎罪。你这个不孝女！朕说过，他们欠你的一切，朕都会帮你拿回来的。来人，江胜一家藐视律法，助纣为虐，将江府一干人等打入奴籍，流放岭南，永世不得回京。齐昭罪无可恕，明日午时斩首示众。娘亲，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，朕看只觉得流放的惩罚太轻了。江娇娇，你有什么好哭？一个外室的女儿，在江湖过了这么多年养尊处优的日子，现在不过是还回来罢了。凭什么？明明结果不应该是这样，你凭什么这么厉害？这不都是你自己选的吗？当初可是你要死要活，非要跟我换。那还不是因为他装成乞丐骗我，不然我怎么可能？对，我才应该是你的皇后。我现在愿意嫁给你了，我们从头开始好不好？当着我的面还敢抢我项目，江娇娇，你真当我江离死的吗？我就知道离儿最在乎我了。我娘亲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打得过小三，斗得过流氓，简直是天上地下最好的女人。为什么？我到底哪点比不上江离？那朕就告诉你，你连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他。就是，除了母后，谁都别想拦住我父皇。父皇，赶紧把他们丢出去，免得脏了我们皇宫的风水宝地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放开我！娘，这么多年，他们终于得到报应了，您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朕已经命人去将江胜卖掉的产业全部买回来了，以后的江家是江离的江，你母亲的东西自然应该留给你。我从未同你说过江府的事。爱一个人要用心。娘亲，
你不会害羞了吧？那当然，母后的脸都红成猴屁股了。臭小子，我看你俩是皮痒了，正好江家的事儿解决了，我有的是时间收拾你们。跑啊！还敢跑，就罪加一等。啊，父皇！没用，我听你母后的。父皇，你要不要这么妻管严啊？不然呢？你们又不是我夫人。来，我们慢慢说。痛！母后轻点儿！娘亲，我错了。还好我深得夫人心哟。父皇，我们带着母后和穗穗偷偷溜出宫，被皇祖母发现了，真的不会挨骂吗？皇祖母可是说了，最近宫里上下都得准备大婚事宜。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小馋猫馋着要吃好吃的，御膳房都满足不了你们俩。我们明明是想吃娘亲做的菜。就是，还不是因为父皇你心疼母后，不让她给我们做，可恶！那怎么了？我的夫人，我当然心疼。是还堵不上你的嘴。干嘛呢？是他说的，他说这都是你娘该孝敬他的。我这暴脾气，吃白食也不是你这么吃的吧？好歹给我们留一盘啊！嘿，我说你这个不懂尊师重道的小子，我就算是要把这酒楼都吃了，你娘都得乖乖给我付钱。师祖，你云游回来了。师傅，小子，看到了吧？我什么身份？之前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夫人吩咐，怎敢怠慢？元宝，接着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搞定！娘们，你们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么不尊师重道是要遭天谴的。娘亲，我们这样真的没关系吗？没事，你师祖皮糙肉厚着呢，我还正想找他，谁让他这么快就送上门来了？那当然得好好算算账。江离，你个孽徒，这么久没见师傅，你就这样对我？扛回宫，严加审问。我这眼睛怎么突然看不见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大夫，找大夫！他不会把我们当人贩子了吧？我们这样好像也确实是，还是赶紧回宫吧，不然父皇的一世英名就毁了。孽徒，你快放开我，不然我肯定……你当初把元宝从我身边带走的账，我还没跟你算呢。胡说！我那还不是为了你们两个能早日在一起。师祖的意思是，他早就知道父皇母猫会在一起。当然，师祖可厉害了，什么事情只要他掐指一算就知道。还是穗穗对我好，养了这么久的徒弟，还不如徒孙。你最好从实说来。我早就知道你命中有此一劫，但是天机不可泄露。你难道想看你师父我被雷劈吗？所以为了让你们能早些相认，我才费尽功夫将元宝送到皇宫。你以为皇宫那么好进呢？一点都不懂为师的苦心。虽然师傅是自作主张，但确实也是为了我们，你就别跟他生气了，好吧？嘿嘿嘿嘿，就是，看来我费心撮合你们的报应还是不错。算了，看在你担心泄露天机被罚只能四处云游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算你这个头发还有点良心。他直接就起来了。记得让御膳房给我做点大鱼大肉。刚刚还没吃饱就被你们扛回来了。对，还有酒，还要喝最好的酒。他直接就起来了。我都说师祖很厉害啦，那他怎么刚刚还？他那是哄我娘亲开心呢。娘亲7岁就跟着师祖，师祖最了解他了。这老顽童还是跟以前一样没个正经。娘亲，看在我们以前在师祖的山上胡吃海喝的份上，就满足他的心愿嘛。穗穗放心，好酒好菜早就备好，保管让你们师祖高兴。不错，父皇很上道嘛，难怪师祖会认下你这个徒婿。好了，父皇，我决定从今日开始，我要抛弃你了。什么？为了我以后的盖世武功，我要去找师祖学艺。等等我也去，到时候就可以保护娘亲了。
我这是被嫌弃了？看来也就只有我不嫌弃你了。所以啊，该怎么办不用我说吧？好，但凭梨儿吩咐。最近肩颈有些酸痛，还有这儿，用点力啊。好嘞。江家之女江离，性秉端庄，淑慧容善，动遵土始之规，不忠恒汪之节，柔家表曼，庸素持身，特赐册宝，立为皇后。皇上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皇后娘娘，快趁热吃。生的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们合起伙来笑我！千金都难买皇后娘娘这句生的，太后已经将宫人都选好了，就等娘娘再生个几个。之前你嫁给我的时候委屈你了，今日就算是给你补上，以后我们长相厮守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元宝，你说生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要不然咱俩偷看一下。完了！父皇，我们说我们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信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敢坏了我的洞房花烛夜，你俩死定了！